首先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的英雄联盟手游策划，你把玩家当人看了吗？玩家可不是一串数据啊，他们是人呀。这个游戏啊，组排，可能是唯我公平竞技，但是单排啊，你公平你妈了个！首先，昨天有个水友私信我说，厨师长啊，你现在天天赌牌，你感受不到单排玩家的处境。我当时也纳闷，对吧？我经常用水友的号单排啊，单排哪里难打了，对吧？你不说100%赢，就算 EL 机制强行让你50%，但只要你认真的去学习、去思考、去好好玩，学会带节奏，去刷野、切后排，10把游戏你总能赢7把吧？不要老是怪机制。我当时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昨天晚上啊，我上了我的号，用我自己的号来单排。我这个号呢，赛季初啊跟狗天使组排，所以胜率很高。看一下我昨晚的战绩啊，我一把一把给你们看。首先第一把就遇到了我们最爱的情侣，我爱薇恩，下路直接开送，送完之后露露活了下来，但是薇恩死了，所以露露没有回家，选择上去清线，然后又被杀了。就这样一直送，我跟薇恩说你能不能裸护甲鞋，他就是不理我。你别看出来之后啊是护甲鞋，他是后面换的，知道吧？开局出吸血鞋，打成了1-7，然后才换的护甲鞋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什么用呢？双抗鞋是抗压的啊，就是防止被对面爆杀，让对面的经济起来。你已经送了7个人头了，你再换成护甲鞋，除了浪费自己的经济，没有一点用。这个石头人就不说了啊，脑瘫。然后第二把，这把还是下路，看对面的萨米拉，你就知道下路多逆天了。这把那个凯隐开局都崩了，愣是跟着萨米拉混起来了。这把上中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虽然说上单是卡莎，他开局0-2，但是人家啊敢打敢叠普攻。这个卢仙啊，在下路养完爹之后呢，打团就在后面开大招，他连 A 都不 A。至于这个萨勒菲尼2-11，知道吗？开麦质问我，螳螂你会不会玩？为什么不拿龙？我拿你妈了个！你猜我为什么不拿龙？你要是11-2，我能不拿龙吗？然后来到第三把，第三把的话啊，下路还行，除了 ADC 不敢 A 人之外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下路是稳住了啊，但是中路呢，来了一个护甲鞋新之钢亚索，然后送了一个卡特大爹。顺带把打野养起来了，然后问我为什么不来抓。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去帮他抓，他说新之钢没有伤害，怎么都抓不死，就是我必须得单独处理一个满血的卡特。至于狗头，看他装备啊，伟大无需多言，他这个 SVP 啊，就是躲在后面丢一技能丢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我开局还指望他扛的，结果他给我来个卢登面具。然后第4把，这把终于赢了，但是看过直播都知道，这把也是大逆风开局，但是好在啊，对面不会单抓，让我吃线吃起来了。这才终于赢了第1把，上把刚 C 完，来到第5把，这把卡米尔对线0-6开局。你别看他7-8，他是后面打团拿的，就是一个上单把对位上单养了个6-0开局，他就注定是个逆天。这把德莱文没有办法啊，对面入门起来之后呢，疯狂切他。至于赵信的话啊，不评价，搞笑。然后来到第6把，这把依旧是失败啊，没办法，下路又被爆了。这把啊，这个发条跟萨勒菲尼是情侣。萨勒菲尼的名字叫爱你是我说过，你们2个人这么相爱，为什么不在一起？你们2个人在一起啊，最起码崩一条路啊！你站个中路玩个发条，卡牌飞你队友，你在那吃线，你吃线就罢了吧，对吧？你能 C 也行啊。打团还没开始打就想好怎么跑了，别人高手的发条开疾跑拉扯一直输出，他的发条我们在河道打团，他放一个 QW 大招，然后开疾跑跑了，对，开疾跑了，知道吗？我们4个死完之后，他已经跑回高地了。然后来到第7把，我这把对位亚索把他打成超鬼，但是没用啊，人家还是能赢。你别问啊，问就是我们家的永恩不贪团，他开局0-3被武器爆杀，然后就赌气不来团，一直让我们4打5。武器没下来之前，我们4v4把对面打得跟人机一样，然后武器大爹一下来，我们打不了了。看永恩的装备，第3阶接攻，人家装备比我高，知道吗？胜率也比我高。然后第8局啊，这把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的心态已经炸了。开局打野亮艾克，我说这个不强势能不能换？我不说还好，一说人家锁了，还是在对面打野男刀亮出来的情况下主动玩艾克。然后你看这里男刀来抓我，我放虚弱打成残血，把人头让给他，他给我整这种操作，我当时就不想玩了。然后来到第10局，这把我破关的破摔选了剑圣，结果真赢了。虽然这把很逆风，但是好在啊，对面杰斯喜欢单带，我就一直抓他，用他提款把经济提起来了。然后5杀结束游戏。然后第11局，你上把玩剑圣不是5杀不是很 C 吗？那行，给你来一把更有压力的。我开局把嗓子说破了，我说下路多护甲鞋，你们稳一稳，我帮你们抓。结果一个 CD 血，一个法穿血，下路送啊，中路的石头也没闲着，不出法穿血啊，裸时光。中单石头人最强势的时候就是出完法穿血，脆皮2个 Q 就得回家。结果人家不出啊，让飞机好好发育，等时光做完了再出个护甲鞋。
你告诉我，你这样出你玩什么中南石头？护甲鞋能防住对面中野吗？啊，泰坦和飞机是物理英雄是吧？你防你妈呢？然后后面2局都赢了，不是队友变得很强，而是对面终于给突破口了。这游戏不是比两边哪边高手多，而是比两边的下等马哪个更菜。只要对面有突破口，你这把就好赢。昨晚我用我自己的号单排了13把，我改变以前的想法以前我认为单排的话，只要你好好玩，认真玩，即便有 EL 机制，也比你乱玩赢得多。但是事实证明，你认真玩还不如乱玩。正如那个水友私信我的，我确实脱离群众太久了。以前我直播间人少的时候我经常单排，但是后来直播间人多了，我可以找水友一起组排了，所以就很少拿自己的号进行单排了。所以是我的问题这个游戏单排确实太难打了。但我之所以认为单排只要你努力，就尽量能多赢几局，是因为我玩水友的号单排就很好打，但是换成我的就不行了。就是我的号的段位明明还没有水友的号段位高，但是我玩他们的号，一晚上我10局能赢8局，甚至有时候全胜。我玩自己的号打了13局就赢了4局。就是我要告诉你们，现在这个匹配机制比原来多了一个杀熟机制，知道吗？只要你是老玩家，你玩得多，你上过王者，你的号就难打。你换新手号，知道吧？我扫所有的那种新手号打起来超级简单，知道吗？单排随便玩。还有那种弃坑号，知道吧？只要你长时间的不玩，打起来就简单。很明显，策划的重点在于回坑玩家和新玩家，而一直坚持在玩的玩家，他不把你当人，知道吗？他不把老玩家当人。在这个游戏2022年最难的时候是老玩家在坚持，现在你好起来了，准备卸磨杀驴了是吧？就是你现在能组排就组排，组排才好上分，很简单，对吧？如果说一个人自己玩，你上号就是一个人的日活，但是如果3个人经常组排，只要其中一个人想上号玩了，其他2个也会上线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要问我怎么解决，3个办法。第一个，找别人给你刷日活，就是用你的号打上100场，你再上号玩就简单了。第2个方法就是你建2个号，比如你 QQ 一个号，微信一个号，你一个赛季只玩一个号另一个号这个赛季别玩，然后下个赛季再玩那个不玩的号，这样每个号每个赛季都是回归号。然后第3个办法就是你单排的时候去大厅找5排，但是只打1局，知道吧？就是每找一个队伍打完1局就立马换，不管输赢，知道吧？大厅组队5排打完1把立马换队，这样打起来比你单排要强多了。像这段时间很多水友说这零双是做起来了，要换以前的你早就开喷了。这不是做不做起来的问题，知道吧？我真的很久就是没有去单独的用自己的号去单排了。我确实脱离这个普通玩家太久了，就是脱离群众了，知道吧？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单排的环境能这么烂。他搞个杀熟机制来让老玩家当这个陪玩，只要你上过最高王者、最高传说，你就是陪玩，知道吗？先把新手玩家和日活哥带上去，你才有资格上分。天天发问卷问玩家的体验，我体验你个蛋！你把玩家当人看了吗？你确定这个5v5的公平游戏给别人带来体验了吗？你更新再多版本，什么海克斯版本这个版本的版本没有用，知道吧？核心就是体验，知道吗？如果认真玩游戏的人没有得到尊重，那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。反正我是亲自试了确实没法玩，不是所有玩家都能找到人组排的。我记得当初联盟手游刚出的时候宣传片里，就是一对情侣在大学的时候呢，女方为了男方去学习了撸啊撸，然后毕业上班了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玩端游了，但是联盟出手游了，他们可以来到手游里面找回当初端游的感觉。结果这样的玩家是你现在最不待见的。回去看一看自己的宣传片，再看看你现在的匹配机制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。只能说玩家是人不是数据，把玩家当人看才能走得更远。